批发市场现在每天来，每天一个样。看到这些才15块钱一件，还有这些是30到50。越是便宜的那些，一定要仔细看有没有瑕疵品。批发市场现在大部分牛仔裤都是上了秋装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外套的，有一些羽绒服，它也上了那个秋装的一个新款了，还有一些就是做裤子类型的也上了，还有一部分的档口现在是在装修，估计这个星期过后，这边全面就要上秋款了。今年的秋装要比以往要快2周左右。越早上秋装就把这个赚钱的时间拉长了，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秋装越早上的话，你就很容易拉到你下半年的这种稳定的客户。因为刚开始不管是拿货的还是买的，提前第一批买秋装的这一批人，他都是非常喜欢买衣服的。从以往的经验过来看，都是这一帮人，如果说你是在第一批秋装的时候，你把这个时间段给把握好，你下半年的话基本上也不用担心的。所以也不用纠结说我这个天气还那么热呢，我就非得是不用上秋装，我就非得杠。其实衣服它只是一个介质而已，它只是一个赚钱的一个介质。你什么时候能够让你赚钱，什么产品能够让你赚钱，你就直接上就行了。我们在中间这里看一下，中间这边是摆的比较乱的，但是中间这边相对来说价格的话也是很便宜的。今年万家清仓人的话是非常少，因为今年万家这边清仓的一个价格跟13行比起来，13行那边很多比这边还要便宜点，因为13行那边是非常着急的，他们那些档口现在要全部清完，到时候有些档口还要去旅游一下，放假一下，再装修，马上就要上秋款了。15块钱一件，这个时候过来拿货的话也是很难拿到。现在剩下的都是瑕疵品多，看到刚才那个外套厚的都已经上了是吧？还有这些牛仔裤，牛仔裤的档口基本上都是把这种秋款给上来了。牛仔裤也可以提前上的，如果你的量比较多，这个时候就可以去铺货了。如果量不是很多的话，可以再等一会儿，等到他们把这个款给测稳定了，再上一些比较稳定的爆款就可以了。现在清仓都是大部分可以一件一件拿的，如果说他不零售，他会把那个写出来，那里是不零售，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来这边档口问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平时是不可以，但是现在清仓是可以的，而且态度的话还是非常好的。今年防晒卖得很好，所以现在剩下的防晒也是特别多的。防晒的那个外套，看这个工装裤才59，这个价格真的超级给力了。还有这个牛仔裤，这种牛仔裤要用心挑才可以，现在大部分都是断码了。一件39，再逛一下里面还有10块钱的。今年夏装的货不多，所以现在有些档口也没有夏装清了。好，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我现在逛的这里是新中国13行，这个时间段是今年人气最多的。看一下这一排的，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稍微暗一点的颜色。这个是吊带连衣裙，还是看一下这边人多的，看一下这些10块钱。有朋友问到说，现在13行这边清仓会不会是那些别人穿过的衣服，或者是去哪里收回来的？这个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边它是批发市场来的。
现在清仓的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这些衣服。哇，这个外套也拿出来了。现在有很多档口因为没有什么货了嘛，都是把那些秋天的或者是冬天的也拿出来了。看一下这边13行这边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来这边都是大部分几个人过来这边掏衣服的，一般都是跟朋友过来。现在清仓最好是在下午3点半之前来这边掏衣服。看这个牛仔裤，牛仔裤现在像那个牛仔短裤啊、牛仔短长裤这边都是蛮多的，不过有很多都是没有码数了，有很多都是只剩了 S 码，有一些是比较小的。这个档口进的也太快了吧，现在都没有什么货了。这个是防晒的外套，他们家的裙子还有那些衣服夏天都是比较宽松的，看起来的话是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因为可能是版型比较宽松嘛，也蛮挑人的。没教养，你全家都没教养。他们家也轻啊，还有这些的话五颜六色的都有。我们看一下哦，这里是35块起。这边的话上衣39，其他的有连裙，用心挑的话还是能挑到一些好的，39到79。看到吗？这么多人在这里挑，他们家进货也是好快的，在13行这边有好多档口。不过今天价格真的实在是太便宜了，平时他们家打包很贵。近距离看一下这些品质，质量都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些平时都是进专柜的。所以为什么今年13行人气会这么多？它实质上13行这边的质量要比3行那边要高一个档次的，但是这边现在清的这些价格比3行那边要便宜。3行那边像裙子的话，现在也是50，还有150、2件的比较多，有一些甚至的话稍微好一点也要100块钱。但是13行这边有些档口还真的很着急要把这些清出去，因为如果没有清完了，他这边有一些小妹的一个工资，还有一些小弟的这些工资的话，每天下来都是不少的。本来这些货也值不了多少钱嘛，所以这些档口真的是很舍得清，就只是说给钱就卖的那一种。所以13行今年清货的话是人气超级旺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些裤子，100块钱3件。现在天气很热，前一段时间天天下雨，还以为夏天挺凉快的，现在才是真正的夏天。天气热，出来逛的人比较少。我现在逛的这里是白马，白马这边也开始清仓了。白马1楼这边有很多快时尚的，有一些衣服的品质跟13行、3行那边是一样的，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主要是以白马这边的风格为主。如果你们要找那些中老年款，或者是比较成熟一点，或者是什么真丝，或者是品质稍微好一点的话，也要全部的逛完，不单单说是逛1楼、2楼、3楼、4楼、5楼，这些都要全部的去逛完。还有男装的话也是在上面的。有很多人来到白马这边说白马这边的衣服质量非常差，那可能就是没有怎么逛完，或者是说你刚好是逛到1楼这边的档口，有些是潮货的。100块钱2件，65块钱1件，这些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档口是卖这些内衣睡衣的，
还有一个是卖鞋子的。现在白马这边品类很丰富了，有一些是卖鞋子、包包，还有睡衣，还有其他的童装，现在也是进来蛮多的，还有其他的那种稍微时尚一点的女装，现在也是进来比较多。他们家的生意一直都是很不错的，不过版型质量都还不错。这种是大板 T，75块钱一件，相对零售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实在的。这个档口不知道是装修了还是不做了。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白马这边的清仓能够清到什么时候？白马这边的清仓要比其他的，就比如说沙河、13号那边清仓要收得晚一点，它一般都是清到下个月的中旬，有些档口还是有的。不过如果你们要找的比较全一点，要衣服好看一点的话，那要越早来这边肯定是越好的。现在档口基本上都是在清仓，有一些好看的话也是没有了，有一些也是断码了。他们家的衣服也是很不错，50到100，这些衣服有点深系的那种风格。牛仔裤现在上秋季款的比较多，还有这种 T 恤的话，一般都是用作来跑量的。白马这边的衣服价格没有一个平均标准的，因为这边的衣服几十块钱也有，有一些几千块钱也有。今天来逛一下红棉。红棉是属于一个中高端的服装批发市场，现在这边也是在清仓的。这个批发市场是零售批发都可以的，比较适合量少的做精品类的来这边拿货。如果你是量比较多的话，那这边的模式就不太合适。我们看一下袋子里面的这些款式都是比较独特的，看一下这个针织的有几个颜色，这边的还有这种，再看一下这些款式花色都是比较独特的，很多都是外贸。如果你们追求这种外贸的，还有就是款式比较独特的话，在这些袋子里面是可以挑到一些东西的。现在有些档口应该是装修了，要不就是不做了。等到下个星期，大部分批发市场都要开始上秋款了。白马那边现在已经有些档口在上了。今年的秋天要比以往要提前一点，但是如果是要真正的来这边大批量打货的话，就不用那么早过来，因为你那么早过来这边，很多档口工作还没有准备好。你打货的话就打不了多少，如果你真的是需要那种秋装的话，你可以线上去跟他们先订一点，这样子过来缓冲一下，应急一下。正常情况下都是过了8月份，那个时候过来这边打货会比较好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些衣服，100块钱一件。虽然说这个价格跟那些10几块钱比起来的话是没有什么优势的，但是相对平时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了很多。因为平时就单单的有些 T 恤一件拿货都要200多、300多，现在清个80到100的话，这个价格是超级给力的，货不一样嘛。现在清仓了也没有多少货了，而且剩到后面的这些有很多是瑕疵品的。有时候你看上一个款式你要拿的话，你可能挑了很多很多都挑不出来好的，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看一下这些是100块钱起，有些连衣裙还是不错的，这种的话都是100多。
看这一堆是30到50，还有那边的话是80一件，150两件。这些的话都是属于那种快时尚的比较多。1楼这边有好几个档口也是空了，不知道是重新装修还是不做了。好，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每到7月份，黑色系列的衣服都是特别好销的。按照正常来说，到7月份天气是非常热的，尤其是现在外面天气30几度，黑色的衣服应该是没有其他的白色啊或者是其他颜色那么好销的。但是往往这个时候，黑色系列的衣服它就会出现一种暴涨，一直卖到年底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的话就是让人真的是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时候买黑色的衣服呢？黑色的衣服不是怕热吗？5·1到7月份这一段时间，黑色系列的衣服确实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销的，而且很多人还是担心怕热的。但是往往一到每年7月中旬开始的话，黑色系列的衣服都是抢崩的。我有好几个款式，有一个裤子前一段时间是灰色走的特别好，黑色基本上都是相当于说灰色如果是卖5件的话，那黑色就卖1件这个比例。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都买黑色了，都要买黑色，所以说现在黑色的话也是断货的。而且因为现在工厂那边黑色的话它也是生产的比较少嘛，所以说断货的话排单也要10到15天这个样子，但是大家还是会愿意等黑色。也有可能工厂这个时候夏装已经不生产了，大家觉得黑色是不会踩雷的一个颜色，所以其他颜色就比如说白色的话又担心它脏，卡其色又担心它不显肤色，所以最后就选择黑色。这个有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吧，但是具体的原因的话我也是不知道的。你们为什么选择黑色呢？这个初衷是喜欢还是说确实是担心其他颜色不好搭呢？每年到这个时候，这种黑色连衣裙真的是有多少都可以走多少的。现在太阳真的是很大，外面大家一看到黑色的话可能会联想到说黑色会吸热嘛，但是这个时候真的是没有这种什么，也不用担心说会吸热的问题啦。大家都会问这个黑色连衣裙直接付款下单呢，就非常的爽快的。但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7月份这一段时间，黑色的话就不怎么走，这个时候反倒是很多人觉得黑色会热嘛。其实5月到7月这一段时间温度还是没有现在这么高的。现在我逛的这里是 APM 现在这边是已经开始清仓了，放在前面的这些真的是超级便宜的。APM 这边的衣服从中低到中高的话，这边档次都是有的。现在大部分的档口都是13号那边的档口比较多一点，沙河这边的档口很多都撤了，因为这边要跑量的话确实没有那么容易跑。这些都是属于极简风，越是简单的风格看起来就越高级。大家最关心的还有一个就是 APM 2楼上面清不清仓，上面基本上是不清仓的，因为上面的价格它本身就是很贵的，一条裤子都要几百块钱，再怎么清的话这个效果也不会很大。这个 T 恤很可爱，有些档口搬空了，估计是要换位置或者是换人。这家的衣服都是很百搭的，看起来简单，但是上身效果这些都不错。这边的档口跟13号那边的档口是一样，但是有时候这边有的款式，那边13号档口是没有货的，因为他们是
有些的话是分开的嘛，就比如说它这边的一个库存是它这里这个档口是控制的，那边那个库存是那边那个档口控制的。如果你真正的要那个款式的话，它要那个小妹调才可以。而且它的款式有时候是有些不一样的，这个价格都挺便宜的，10到30块钱。爱美这边的空调是超级凉快的，一般大家去 UUS 都喜欢从这边穿过去。我们可以看到1楼这边的衣服很便宜，这边的衣服有很多是炒货的，不过相对零售来说真的是超级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100块钱3件，大部分都是几十块钱1件。如果是拿货的话，其实是不太适合来这边拿货的，除非说你是要拿散的。我们现在逛的这里是2楼，它这边是重新装修过的。2楼实质上的话就是相当于13行那边的一个分部，相当于大部分的档口都是13行那边的，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它这边又是可以零售，又是可以拿货，又是可以打包这个样子。今年的淡旺季也没有怎么明显的，现在很多档口都是已经把秋款给上去了，所以中间这个淡季的时间就压缩了，基本上就是1个月都不到。现在大部分档口今天我看的话都是那些秋款全部都是发出来了，都是可以拿货的。惠美这边是可以讲价的，他们叫价的话是叫的很厉害的，所以来这边零售买衣服你们要看情况，适当的话可以稍微的跟他们讲一下价。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比较着急吧，经常都会有实体店的朋友过来问批发市场这边生意怎么样，新款有没有上，还有很多朋友就说现在生意不怎么好嘛，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也不用焦虑。其实大家的焦虑都是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期望太高了。其实的话，如果说自己没有给自己的压力，这个生意的话还是能够做得很不错的。就比如说很多实体店可能1个月的房租正常的话都是3000到5000嘛，有些可能稍微贵一点的话可能就是1万左右这个样子，但是大部分只有一个实体店的话一般都是3000到5000块钱，平均下来的话一天就是你要赚100块钱就可以了，有些可能甚至要便宜点。其实要赚100块钱对服装来说还是很简单的，只要你用心，100块钱的话一天它是并不难的。但是大家往往可能就是有时候把自己的压力搞得太大了，有时候可能就是胡思乱想，心思的话想的越多就没有心情去卖货，就导致有时候可能刚好某一天没有开单，或者是卖的比较少，那你这个情况的话就要用另外的第2天你要卖的更多的去把这个数据给扯平，这样子的话1个月算下来的话就感觉好像赚不到什么钱。其实放宽心态的话，就每天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就把那个店铺里面随便的拍一下照，换一下角度，换一下搭配，它这个赚100块钱，或者是有些房租甚至更便宜一点的话其实并不难的。把每天的固定支出给赚够，接下来你赚的都是净利润。这样子划分的话，其实每天卖衣服还是很轻松的。现在没有什么货了，现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说要这个那个，但是有很多款式都已经卖过。夏天款式越早买越好看，到最后的话一般都是没有那么好看的。好，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今天从这边楼梯上来这里，首先这边的话是一个中老年款式，再过来这一条的话都是童装来的。这边的童装款式很好看，质量也还可以。如果你们要童装数量比较多的，就要那种种类又比较多，款式又好看一点的话，那就是在中山八路那边。
100块钱3件，39一件，就是上面这种短袖的一个上衣，这种短袖一般都是39一件。裙子的话要贵一点，裙子我没有问价格是多少，应该要差不多70、80块钱吧，要39。中老年款式给老爸老妈来这边买衣服的话，是可以挑到很多的。白马现在都是清仓价，清仓可以清到大概8月初左右吧。有些档口在装修了。有亲们说要找那个伤残室类的，在哪里找？它没有一个集中的，你们要全部的逛完，就按照这个楼层，一间一间这样子逛，比较分散，没有集中的。白马这边是属于那种综合性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没有分块，分成很具体的那一种，但是你找的话还是可以找到的。伤残师这边它有一些质量很好的要贵一点，有一些它质量也一般般的话要便宜点。不过再怎么便宜，白马这边的衣服也没有说那种几十块钱的，一般都是700块钱左右，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价格。来白马这边拿衣服最好不要太分散，不要这个洞口拿几件，那个洞口拿10几件，这样子的话它首先就没有任何的一个优势嘛。因为白马这边它的洞口报的批发价格有些是有水分的，如果你集中一个首先的话是集中那么几个档口，你先拿的量比较多一点，那人家就知道你拿的习惯了，到时候这个水分的话就没有这么大。如果你是今天拿这个档口，那明天又拿那个档口，你永远相对这个档口来说都是一个新客，他就没有说把一个很真实的价格给报给你。白马这边的批发价格确实是有水分的，因为他这边的销售方式实在是太多了，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量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刚开始拿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一个判断，会给你一个自己他认为的一个价格，不是实在的一个价格。档口装修好了，他们家的衣服真的很好看，版型很不错。我现在在沙河的万家，这个档口直接上毛呢外套了。有些档口是不做秋装的，它直接是做冬装。有些档口现在都是直接上羽绒服了。全品类的档口一般都会有秋装。现在清仓款式还有，清仓的话也就这2、3天了，到下个星期一，基本上大部分的档口都会上秋款，要不就是装修。现在清仓是很便宜，虽然很便宜，但是今年万家这边清仓人非常少。实体店现在有些地方还是很热的，而且它夏装的话是可以卖到11月份，所以很多实体店就想要拿夏装，问还有没有夏装。夏装的话有些档口还是有的，就比如那些南城的有那么几个一家，或者是其他的有好几个档口，它现在都是夏装也在更新，秋装也在更新，所以说你们如果说要拿夏装的话，还是可以拿一点的。这个价格很便宜是吧？看到现在连衣裙的话都是有30几块钱的，50几块钱的，这些是60，越到最后这个价格越便宜。如果实在是清不动，他们只能是跳给尾货，要不就是留到明年。大部分的档口都不会留到明年的，留到你明年更是贬值，更是变现不了。有些档口会换位置，大部分都不会换，但是换位置的话他们也会通知的。看有蛮多档口上了秋季款式了吧，上秋款的话现在
也不是说一上过去它就会火爆的，它这个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如果这个时候秋装没有开始慢慢的进行测款啊，进行准备工作，到后面到下个月的时候，有些地方就开始变凉了，那个时候就要穿秋装了。那个时候如果再开始的话，确实是有点迟的。中间更是没有人。不过牛仔裤的话，中间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全部都是秋装了。牛仔裤要早一些，30到50，好便宜是吧？100块钱3件。这花花的连衣裙的风格有点像欧美风格。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US 这个批发市场今年是越来越冷淡了。这个批发市场之前在火车站这个商圈，在快时尚里面是属于老大的，但是现在慢慢的，由于是转型不成功嘛，有很多档口是撑不下去的。今年撤了好几个档口，而且这些档口都是大档口来的。这个批发市场以前是不零售的，自从它改了零售之后，现在真的是越做越没有量。很多档口它直接把那个模式改成零售之后，它这个量就走不起来的，就慢慢的就变成炒货。炒货的话，那批发肯定是越做越不行。没有批发的话，它这个款式开发的能力就没有，没有款式开发的一个能力，慢慢的这些档口就很难做下去了。虽然说慢慢的是变得冷淡了，但是这边自己开发款式的档口，还有就是真正自己批发的这些档口还是有的，款式有些还是蛮好看的，只是说价位相对来说要贵一些。他们家的款式还不错吧，现在清仓性价比也是挺高的，这些衬衫挺好看的，夏天穿也是很舒服。清仓这边要到月底可以清到就这么几天了，现在有些档口是上新了，但是它没有那么快全部的上新。要不要去更新圈，要不要把每天的款式发圈，这个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9升不怕巷子深的那个年代了，现在有款式的话一定要是让大家知道的，因为你的款式让别人不知道，那别人肯定是买那些他能够知道的、能够看得到的那种款式。如果说你的款式都不让别人知道的话，那别人怎么买？很多人可能会说，我天天的就去发圈呢，或者是发信息太多，会不会买家屏蔽啊什么的？其实说实话，如果是对你家的衣服非常的喜欢，他确实是品味各方面都是非常符合他的胃口的话，他只会觉得你每天发的新款太少了。我这边是这样子，如果说我真正喜欢我们家的衣服，确实他对我们家的衣服是非常认可的话，他只会说今天怎么发的款式这么少，还有没有款式，他只会觉得你发的少，而不会觉得你发的多。如果说他因为你发的信息太多把你屏蔽了，说明这个买家的话，他对你的这些衣服他是不认可的，你更别说他以后会买。卖衣服实际上是在寻找眼光相似的人。如果说你的买家他确实对你的衣服非常认可，他真的是每天都会看你的新款的，他确实也是很喜欢嘛，他就想看着说有没有更多的款式他能够穿的。如果他对你的衣服确实不感兴趣的话，哪怕你只是更新一个款式，他都会觉得很多的都会觉得干扰到他，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就比如说我平时去批发市场里面去选款，如果那些风格跟我自己做的这些风格是不一样的话，我确实也是不想去看的。如果那个风格跟我的风格是非常像，我也会觉得每天都会去看一下它上了些什么款式，有时候还会觉得怎么新款只有那么10几个，不能够多一点，都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该展示新款还是要展示新款的，要不作为服装人，你把款式不展示出来怎么卖货是吧？
现在秋季款不多，如果外地要过来这边打款的话，不用那么着急，来这边也看不到什么款式的，再过1周过后再看吧。清仓的款式用心挑的话，有些还可以捡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毛呢外套它是秋冬款来的新款。还有朋友问这边有没有尾货可以收，你们过来这边一个档口一个档口的去问一下吧。不过整款要数量比较多的这边是没有的。今天还是来 UES 这边看一下这边的情况。现在这边的档口还是清仓，这个价格到最后的话都是超级便宜的。不过总的来说，因为这边的衣服它是属于中高嘛，平时的衣服拿货价也是很贵的，所以现在清仓也没有那种什么10块啊，或者是20-30块钱的这种，基本上是没有的。一般便宜的话都是50到100块钱这个样子，但是50到100块钱要挑的话是挑不到什么款式的。如果要款式稍微好一点的，各方面版型质量啊都是不错的话，现在这边的清仓价格还是蛮贵的。但是相对以前来说的话，相对之前的平时的拿货价来说的话是超级实惠的。同一个款式，不同的质量，不同的版型，这个价格有好几百种，不可能说你看到这个款式是一样的，这个价格就要统一的，这个是非常的武断的。如果是买家这样子的话，其实是非常理解的，因为买家他毕竟是消费者嘛，他对这个衣服的这些面料啊，还有其他的话，他毕竟是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理解的。但是有时候有拿货的，他就甩一个图片过来，就说别人家是多少，你的这个价格是多少，这个根本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你是做服装的，你就问人家，刨根问底的问人家为什么，这个东西都不用别人解释。说实话，你如果是这样子质问别人的话，那人家谁会给你批发，谁会给你去找货，对吧？你本来你对自己的这个衣服都没有一个很中肯的一个判断，质量差的跟质量好的怎么能够一样呢？不可能说你看一个款式感觉这个款式是一样的，你的这个价格就要求全部都是统一的。即使说它这个款式面料版型各方面它放的这些松围啊，这个大小完全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它采用的这个长度，就单这个连衣裙来说，它稍微缩那么1厘米2厘米，这个成本都是不一样的。做服装的最起码的话要了解这个衣服它是根据这个面料还有这个版型是不一样的。你作为一个拿货的，你就去质问人家为什么不一样，那人家从哪里跟你讲起呢？对不对？这个东西不是说1-2句话能够解释得清楚的，而且别人解释你不一定听，因为你毕竟你是带着你自己认为的要价格一样的这个观点去反击别人的。现在这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到月底都是有清仓的这种款式的，上新的档口非常少，基本上没有档口上新。而且现在清仓的话，因为今年的清仓 US 这边也是清的不怎么动的，所以他们的档口都是一再的在降价，很多那个款式的话都已经降得特别低了，所以这个时候过来这边捡漏的话是能够捡到蛮多款式的，而且它这边的瑕疵品没有这么高。工装裤一直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类目，不用担心会压货的。US 这边不用来这么早，你们最好是上午的11点过后来这边就可以了，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6点钟这一个时间段。有粉丝说要看惠美的3楼，那我今天就上来这边拍一下。3楼上面的风格有点像欧美潮牌风，不过人真的很少。
惠美的1楼人就要多一些，因为惠美的1楼很多人是在那边乘凉的，坐着。衣服有一些是有内衬，有一些是没有内衬布的。是不是说没有内衬布的衣服质量就没有这么好，档次就没有这么高？这个是不一定的。有些衣服的面料它是不能再做内衬了，就比如夏天的有些衣服的面料真的很厚，但是它如果再加一个里衬的话，这个时候就特别的热，而且还会很臃肿。冬天的一个双面毛呢外套是没有内衬的，因为冬天的双面毛呢外套如果加一个内衬的话，它实质上的效果可能就没有这么好。一般冬天的毛呢外套要加内衬都是在里面做个夹棉，这样子的话它就需要加一个内衬。正常的那种双面的毛呢的话都是不加内衬的。惠美这边现在是特价，不过特价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没有13号那边这么有优势的。这边它主要是以零售为主嘛，整体来说这边的衣服看起来是比较高级的，不过这边的档口大部分都是13号那边的档口。如果你平时在13号那边拿货觉得量比较多的话，你要散拿可以来这边看看。黑色还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像这种百褶的。今年的秋款有些档口已经发，今年的夏装太多棉麻了，因为棉麻容易皱嘛，所以卖起来的话就没有感觉，心里面就没有那么利索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今年就想着说，这夏装终于好不容易过去了，终于不用卖棉麻了。谁想到现在这些档口发出来的好多都是棉麻的，棉麻的西装、棉麻的裤子、棉麻的衬衫。不过棉麻的话，它毕竟出来这么多，肯定是大家都是很喜欢的。好，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现在已经上了很多秋季款式了，走，我们看一下。南城这边有90%以上的档口都已经上了秋装了，而且都已经陈列到档口这边。现在刚出来的秋装，无论是从版型还有款式各方面，都是档口这边花了心思的。有些档口大半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这个秋装的了，所以说刚开始上的这一批，无论是从这种款式啊、品质啊，还有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我刚开始买的时候感觉刚开始的那一批货会好一点，等到在复购的时候会发现有所差别。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秋装都是很好的，所以说你们要追求这种版型好的，要早点入。拿货的话，拿货要看你们嘛。如果说你的量特别多的话，你可以过几天就来这边看新款了。25号过后，基本上档口都已经，秋装都已经拿到这边来了，都已经稳定了。这几天开单的都不用怎么排单的，因为档口毕竟来这边拿货的刚开始还是比较少的嘛，还是供得上的。现在的款式都是以这种早秋的比较薄的为主，衬衫啊、外套的话也有一些，像皮衣、风衣的话也是上了，还有这种短袖的比较厚一点的这种 T 恤，还有那种短袖的一个针织衫，现在是特别火的这2天。这个档口在插这些衣架，明天也会开的。还有少数的档口在清仓，货没有清完。现在有些档口因为刚上新嘛，他怕同行啊或者是其他人看到款式，所以会把一个帘子给拉起来，有蛮多档口这样子弄的。等到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不会拉住了。如果你们是比较着急的、比较缺货的话，可以打这种档口的，一般都不用去抢货的。其实拉不拉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个人觉得反倒今天过来看的话，拉的那些档口都没有人想去。有朋友说要看白马这边的妈妈装，那今天就来简单的拍一下。白马这边妈妈装是特别多的，
除了1楼少一点，基本上其他楼层都有。白马现在过来逛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从吃饭的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以前吃饭的那个地方都是没有什么人的，现在尤其是饭点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位置。白马现在清仓有便宜的几十块钱的，但是也有贵的1、2千块钱的也是有的，所以你要说这个均价是多少，这个根本没法均价，因为你看这个均价也是看不到什么的。价位高的跟价位低的，如果一个价位特别高的，一下子就把很多均价都给平下去了，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要看你看什么衣服嘛。还是一句话，好的衣服它肯定是贵的。来白马这边，有些亲们说档口有时候态度不好，如果你遇到态度不好的，你强硬一点，他马上就态度非常好了。真的，白马这边他只能是这样子，你如果是非常好的跟他说话，他反倒觉得你容易欺负。今天过一下仓库里面的款式。这款衬衫一直有在卖的，这个面料是超级舒服的那种莱赛尔天丝面料，是不硬的，非常的柔软，而且穿上身的话，舒适度也是特别好的，不会存在那种什么闷热闷汗的一个情况，而且你在大夏天的时候穿还可以起到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背后我们最上面的一节是有双层的，这样子我们在里面穿吊带的时候，上面的带子就没有那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双层的话会更牢固一些。总共有3个颜色，一个就是非常有仙气的，而且拍照也特别好看的一个紫色。中间的话是一个白色，白色的话也是一个百搭色。看一下这个细节，这个白色你们中间可以搭，基本上什么颜色的背心都可以跟它衬的，而且白色的话也是不挑人。这个款式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大方的那种款式，而且它也不会过时，你今年穿、明年穿都 OK， 没有问题的。这个颜色的话，看起来感觉好像不是很艳，但是实质上它上身真的超级显肤色的，尤其是黄皮的、皮肤比较暗的，穿上去的话会显得这个肤色会亮一点。这是一个裙子，这个裙子夏天穿真的很凉快，而且它这个裙子垂感性很好，是不容易皱的。上面的这种花的看起来的话是很高级的。是一款比较简单大方的这种 T 恤，而且它这个 T 恤现在马上要进入早秋的时候，你还可以穿在里面当做内搭，外面随便套一个外套或者衬衫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这个裙子是一个长款的，比较适合高个子穿，而且我们裙子的面料也是看起来比较高级的，上面还有这种蕾丝的一个花边。这个裤子就更不用说，这个裤子在夏天穿真的是像空调裤一样，超级凉快，而且这个裤子的垂感也是超级好的，是以同安丝的一个面料。这是一个短裤，短裤是卡其色的，卡其色的话特别容易搭配衣服，而且它有点休闲感在里面。我们再看一个风衣，这个风衣很多人都说要看一下细节，